全民穿越公路求生，我发现在不远处似乎是有一群巨大的建筑，只不过雾气蒙蒙看不清楚。在建筑群中，一座巨大的金字塔伫立在那里，金字塔的塔尖有一块巨大的金属尖顶，散发着闪烁的光芒。我向前数了数，我距离那个巨大的金字塔似乎只剩下了3道河道左右。我不是应该在第9或者第8河道吗？怎么跑到第4河道来了？难道说是那个安康把我带过来的？就在我琢磨着下一步的行动的时候，岸上忽然响起了一阵轰鸣声。我扭头一看，5、6辆巨大的钢铁列车从远处驶来。这些钢铁列车冒着黑烟，车身上挂满了各种装甲板，车身上的炮门都被打开，一门门火炮从里面伸了出来。这是海格的装甲列车，他怎么在这里？我记得海格在昨天晚上被其他半神带走了，当时列表上人都消失了。小艾同学，查查对面那些车子安装没安装灵境系统，看看编号是谁。指挥官，根据灵境系统编号，这些正是海格先生的车和他的半兽鱼齿轮车队。还真是他们。以目前的情况来看，海格显然是加入了飞跃女神的阵营，双方成了不死不休的敌人，一定要有一方死亡才行。到底要不要出手？河上的兄弟别开枪，我们也是飞跃女神的属下，刚刚加入进来的，正在进行河岸巡逻。你在区域频道上能找到我的名字，海格，你可以核对一下，咱们可以私聊验证。这是什么情况？他们觉得指挥官开的是一艘奇怪的船，以为是自己人，这是根据灵境系统间听到的对话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。这样的吗？居然把我当成了同伴。我低头看了看脚下巨大的安康尸体，再看了看落下的夕阳和昏暗的光亮，如果不注意的话，还真容易错认成造型怪异的大船。既然没认出来，那就先这样，向前开一段时间再说。看到我没有说话，海格等人也不敢乱说什么，毕竟他们是新加入飞跃麾下，座驾也和其他人不同。这一路上下来，没少遭受白眼，好几次都差点打起来。大约过了10多分钟 ，RQ180 传回了一条消息，在前方100公里的位置有一个大型的码头，大量的船只聚集在那里，不知道在干什么。有大量的船只。我立刻爬了起来，查看着 RQ180 传回来的，在照片上大大小小的船只都停靠在一个巨大的港湾里。从照片里我就看到了巡河炮艇、快速登陆舰、铁甲舰、无畏舰、超无畏、巡洋舰，还有大量的风帆战舰、盖轮船、飞简船、宝船，各种船只穿插其中，像是一个巨大的船只博览会。当然，在众多船只之中，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一艘酷似俾斯麦的战列舰，巨大的身躯在港湾里如同一座大山一样，给人压迫感十足。这么多战舰停在这里干嘛呢？不过，不管你们打着什么主意，都不重要了。我兴奋地搓了搓手，如果把这些船都打沉的话，那么收获一定会不小吧，至少上千分应该是少不了的。做好准备，换装高超音速导弹，一轮齐射，争取将他们全都打垮在港湾里，尤其是那艘战列舰，绝对不能放跑了。明白。小爱同学连忙将 MK41 垂直发射系统里的导弹大部分都换成了锆石高超声速导弹，不过为了稳健起见，还是保留了4枚阿斯洛克反潜导弹。一切准备就绪之后，大量的飞天汽油具被弹射了出来，大量的飞天汽油动力具在空中组好编队之后，向着海港附近飞去。发生了什么？看到天空中密密麻麻的汽油动力具，海格等人惊呆了，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他们的方向是海港方向，这么飞去肯定不怀好意，他们不是朋友，是敌人。快向港区汇报，敌人有开船的玩家，一定要加强警戒，另外要把防空力量组织好。另一个玩家试图在舰队通讯器里喊话，可是通讯器里全是杂音，根本就没有一丝的信号。怎么办？既然无法阻止，那就干掉他们，至少我们阻止了基地的损失继续扩大，这样对上面也有个交代了。可是这家伙明显不好对付，那么多垂直发射导弹，万一要是没干掉他，让他把矛头对准我们就全完了。如果我们不能干掉那家伙，才是真的完了。老大，我们只能前进不能后退，而且我们这么多装甲列车在旁边，一线列阵线排开各种大小火炮300多门，优势在我，准备行动吧。战斗队形准备。一辆辆钢铁列车按照战斗队形排成一字长蛇阵，一门门火炮从炮口中推了出来，对准了不远处我的车子。为了让火力发挥到极致，甚至连各种口径的机枪都没放过，全都拉了出来。甚至一些玩家扛着突击步枪和 RPG 亲自来到了战斗。报告战备情况，各战斗岗位已经就位，火炮准备就位，雷达已锁定，火箭弹装填完毕，通讯链路链接完毕，已经完整战斗准备。有了灵境系统的辅助，再加上300门各种口径的火炮，有心所无心之下，赢面很大。干了，开火！海格点燃了一支精品雪茄，抄起了一把蒸汽机枪，扣动了扳机，一连串夜光弹扫过，在飞叶之中划过了一道道闪亮的弧线。然而
10几秒过后，海格感觉有些不太对劲，除了他们几个玩家手中的单兵武器之外，一门火炮都没有开火。怎么回事？可是，一直有问必答的临近系统却一点回音都没有。不光是临近系统，就连所有的通讯设备也全都断掉了。对讲机里除了杂音之外，没有任何声音传来。那些操作屏幕上也全是雪花点，一点有用的信息都没有。什么破系统？平时都好好的，怎么在关键时刻坏了？不过还好他留了一手。海格拉断了分闸门，断开了系统链接，准备使用原始手段操控火炮。可是当他开始行动的时候，却愕然发现所有的火炮全都被退回到了初始位置，参数归零，就连炮弹也都退出了炮膛，全都好好的锁在弹药库里。这海格已经不知道该说点什么好了，他急急忙忙跑去弹药库去取弹药，可是还没等到他跑到弹药库前，就感觉到身体猛地飞了起来，随后就彻底失去了意识。看着旁边一台台炸成碎片的装甲列车，我不由得叹息了一声。原本还打算看在往日的情面上放你们一手的，谁让你们自己非要自己作死呢？我对这种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身份更加的厌恶了，迫切的想要找到一种能彻底摆脱这种身份的方法，至少可以不再面对这种和熟人互相残杀的局面。有什么办法呢？我拖着下巴思索了起来，一个东西硌了我一下。什么玩意？我摸索了一下，从兜里摸出了一个手机，这是爱丽丝在临走之前留给我的手机，据说可以通过这玩意传递消息，甚至还可以跨世界传递消息。试试看。